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就在家门口附近骑下车。现在呢，从营都路沪闵公路这边出发，开始一段小小的长征。准备呢，一直沿着沪闵公路向南骑行到闵行的黄浦江边。左侧呢就是营都路的5号线地铁站。这边呢，因为要建一条叫嘉闵线的终点站这几年呢，恐怕都一直会是施工的状态，所以我就快快的骑过这段有些杂乱的道路。从这边到闵行呢，一共有10几公里的距离。以前呢也曾经骑过一回来回呢接近30公里。前2天呢，因为看到一则新闻，说是黄浦江的闵行滨江公园呢建成开放。我记得上次去的时候呢，还是围蔽之中所以今天呢也趁着天气凉爽，就准备骑到那边去一探究竟。原本呢，这条全部有那个香樟树围成的林荫大道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呢，又开始要施工了，周围的绿化呢又被破坏了一部分就城区的这些马路永远都在建了拆，拆了建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循环往复之中骑过了京都路这边的道路呢，还是保留着一片绿树成荫的原来的状态没有受到建筑工事的影响。而且这条路呢，专门有设计的骑行道，也有呢人行道中间呢都有围栏，所以显得非常的安全，骑起来非常放心。
没骑多远呢，这边已经到了闵行的光华路啊，一条青年创业街道。这边呢已经到了砖桥车站附近了，你看右侧起了一排的商住楼，环境呢也变得优美了。左前方呢就是砖桥站啊，就是营都路站过来的第一个站。这条呢是5号线啊，一直去到闵行。5号线呢就跟这条沪闵公路平行的。现在骑行的沪闵公路啊，应该是一条绿化非常不错的，称得上样板公路啊。两侧的绿化带呢都公园化了，尤其是在左侧啊，5号线的轨道桥梁下面啊，有非常大的纵深。经过右侧的联农路，
马路的右侧围墙里面呢是一家精神病医院啊。任何时候啊，总会有一些人心理方面、精神方面的出现一些问题。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疾病中心吧。左侧呢，这是我现在经过的第二个地铁站——北桥站。
现在呢，经过了一条大马路，北宋公路啊，继续向闵行西渡方向骑行。刚才看到路标呢，这边到西渡啊，只剩了5公里了。我发现骑得很快啊，10多公里的路已经骑了一半有余了嘛。但是到了这边呢，就有点进入到这种城乡结合的区域那种感觉了啊。骑过金塔路，前面呢有一座高架桥啊，应该就是申嘉湖高速吧 ，AS32的高速公路的高架桥。这条路呢叫培昆公路啊。
这边呢还要过一条地道啊，这条地道还是经常使用的。转眼呢，就来到了第3个地铁站——剑川路站啊。这里呢也算一个比较大的站，因为这边呢有2个大学，一个是交通大学的闵行校区，还有一个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区啊，所以这边上下的学生比较多。现在通过剑川路啊，直行的行道呢就结束了。现在要拐到中川路方向的一个直行道上。现在呢，已经骑到了石屏路上啊。左手边呢是我经过的第4个车站——中川路站啊。
右侧呢是一个大超市大润发。到了这边呢，5号线地铁就分成了2股，一股呢就是往右转去闵行开发区，另外一条线呢就直接去到奉贤、凤浦新城了。一转眼呢，这里就到了东山路了。现在呢，骑过东川路啊，继续向南骑行。这条石屏路呢，是和左侧的大马路啊，雾闵路并行的一条马路。骑到这边呢，就可以看到啊，很多5、6层的闵行老工业区特色的那些住房了。这人呢，很明显的也进行了穿衣戴帽，加了一个坡顶，看上去呢好看了一些啊。现在呢，拐到了一条叫鹤青路的小路上。到了蓝屏路啊，我感觉应该是要左拐了。现在呢，我左拐进入到蓝屏路上，相信呢
闵行滨江啊就在前方了。这里呢，很有老百姓的生活氛围，那种烟火气啊。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江川路啊。江川路上呢，有闵行滨江之前的最后一个地铁站啊，江川路站。感觉这条江川路啊，非常的开阔，那些树呢都已经成林，那个树冠啊都交织在一块，变成了一条林荫大道啊。所以我特地右拐在江川路上骑行一段。道路两旁的这些香樟树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它冬天的时候呢不掉叶，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叶子变黄，一叶叶的掉下来。相信呢，当年啊，江川路就是闵行老工业区那些大厂啊云集的地方了。你看，像左前方就是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啊，就是上海有名的汽轮机厂，闵行有名的大厂。
这条江川路啊很长，我就在前面啊准备左拐了。左转呢，其实并不是一条马路啊，是一个大厂——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。这里啊，现在在修路。现在我借道人行道啊往回骑，因为江川路这边呢，其实都是一些大厂啊，而左前方啊左侧的马路里面呢，都是一些矮层的居民房，相信啊都是以前这些大厂的职工居住的地方吧。这是很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啊，那个年代的产物。瞧瞧，上海汽轮机场，很大的一个厂牌啊。现在呢，从江川路啊右拐，再次回到兰平路上。闵行这边的老工业区啊，虽然是欠发达的一片区域啊，但是也看得出来，也做了很多努力，尤其是这个马路边上呢，也进行了绿树造林、绿化环境啊。
也在不断的提升宜居的环境啊。但是呢，无奈啊，这些老房子太多，老居民也太多，所以要根本的变化呢，可能还有待时日。我已经感受到滨江的气息了啊！相信的黄浦江、闵行、浦江、滨江这一段呢，就在眼前了。已经到了闵行滨江了，这边呢就叫浦江路啊。但是右侧的这一片像新天地一样的这些商业的店铺呢，还没有完全完工啊，可能开的店还比较少。这边呢就是黄浦江了。也搭建了一些平台啊，可以到上面去观光。出新驿一个驿站。正对着呢就是明浦二桥。虽然说这边呢已经完全完工，这片江二公园呢向市民开放啊，但是看出来还是有一些首尾，还不断的需要优化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有一个著名的渡口，叫西渡啊。其实这边并不是西渡，渡过河啊，渡过黄浦江对岸这块奉贤的地方呢，才是西渡。上次还专门去提醒过。这边呢是可以摆渡单车的，但今天呢没有计划乘坐轮渡啊。
马路左侧的那些公园呢，上次都已经是建设好的了，而右侧的这段呢，就是刚刚拆掉了围壁啊，展露出一片公园的景象。就下几个台阶出去，在江边走一走。眼前看到的呢，就是从西渡这边出发，摆渡到对面去的摆渡船啊，轮渡。小时候啊，特别爱坐这些摆渡船啊。在这边观景啊、散步的好地方。以前来过几次呢，一直都在围壁施工之中啊，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还相当不错的一片江岸地带。闲坐的、遛狗的、遛娃的，还有在这边跳广场舞的。抬头看一看民浦二桥啊，它是2层的，上面是公路，中间这一层呢走的是5号线的地铁，正好有一个轮渡过来啊，从对面的西渡开到了这边。环境呢是变得越来越美了。你给是带一张5少好点子，哦，这边还不错，做了一个小坡。就这一段呢，本来都已经是开通了的，我们带到这个江岸上去闲逛一下啊。只要有江河地方呢，就会有人在里面钓鱼。
这边呢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在这边休闲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。岸边这个花开得不错啊。前方那座大桥呢，相信应该就是明浦一桥了吧。有一回骑行呢，也专门来过这边啊。当时我记得就在这座桥上还聊了一会儿闵行的一些发展前景啊，还聊到了今天刚刚去过的闵行滨江的那片绿地，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工期延误了。站在这个桥上再来望一望啊，这条桥的对面呢，也是以前的一些老居民楼啊，但是这边望过去呢，就是有一片新的居民楼，显然都是商品房啊。这边的这些老的居民楼呢，就是以前都是分配的那些房子吧。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啊？我们也从这里下去走一段看看。你看左侧的这个居民小区啊，虽然老旧了一点啊，但是呢，看得出来也经过了重新的维护，而且这些面江的房子呢，看着这个黄浦江啊，景观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显然到了这边呢，已经到头了啊。这边呢有一座古庙，叫龙阴寺啊。这里以前也曾经路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以这个龙阴寺的天王殿啊，作为今天骑行的终点，结束我今天从新庄到闵行滨江的骑行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